如果我告诉你，未来10年算力的主宰可能不是英伟达，也不是 AMD， 而是一台我们现在还看不懂的机器，你会相信吗？它没有显卡，也不靠晶体管，但能在1秒内完成地球上所有计算机10000年都完不成的任务，这就是量子计算。你可能觉得它太远、太玄幻，有点像科幻，但是在过去的1年，谷歌、英伟达、微软还有白宫都在暗中下注，他们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为算力的下一个纪元做准备。更离谱的是，当黄仁勋亲自改口说100万量子比特将在2030年实现，市场的天平已经开始悄悄倾斜。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未来算力之战，以及那3家被英伟达亲自点名、被白宫认可的量子计算公司 IonQ、Regit、Debye， 他们正在构建人类算力的终极形态。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Ruby 投资笔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uby。今天我们从6个维度全面解析现在量子计算板块饱受热议的3只个股。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量子计算板块，那么这期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我们来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一下什么是量子计算。我们平常用的电脑，所有的信息都是由0和1组成的，每一个最小的信息单位是比特。但是量子计算不一样，它最小的单位叫做量子比特。别看只是多了2个字量子，但可是与原来的比特产生质的区别。它可以同时是0也是1，不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而是同时存在2种状态，这就叫叠加。而这个叠加态带来的优势也是指数级的跃升。你可以这样想，传统电脑算问题，就像我们炒股的时候，一次只能盯1只票，看完 A 再看 B 再看 C， 一次次的买入，一只只算，一步步来。但是量子计算不一样，它就像无数个我们在同时的操作，一个你可能在看苹果，另一个你在盯英伟达，第3个在算美债收益率，第4个在模拟明天 CPI 公布后的市场反应。这些分身会把这个所有的结果汇总回来，告诉我们哪种组合收益最高，风险最低。这就是量子计算的优势，它能够同时处理所有的情况，不像传统的计算只能一次处理一条路走到黑。换句话说，量子比特就像让我们同时开了几千个账户在试仓位，每个账户都在跑不同的行情剧本，你不用真的去亏那几千次，它会提前告诉你哪条路径最赚钱。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量子比特的优势，但量子比特只是量子计算的一个基础。现在我们来讲讲支撑这整场量子革命的3大核心武器：量子纠缠、量子优势以及量子纠错。我们炒股的话，应该会见到这种情况：美股一崩 ，A 股第2天接着崩，芯片股拉升，算力股秒跟。这就像市场的一个情绪纠缠，在量子世界里，纠缠不是比喻，而是真实存在。2个量子比特一旦产生纠缠，就会同步变化。无论一个在地球，一个在火星也好，只要一个状态改变，另一个就立刻响应，没有延迟，没有信号传输。所以科学家们说，量子纠缠是未来算力的捷径。它让信息在宇宙中瞬移，这正是量子计算能指数级提速的底层逻辑。而只要它的算力碾压式的提升，第2个武器量子优势就出现了。谷歌在2019年就已经宣布实现量子霸权，用53个量子比特完成的计算，世界上最强的超级计算机要花1万年。那一刻开始，所有人都明白，这不是算力的升级，而是算力的维度跃迁。就像同样是炒股，别人看的是 K 线，你看的是未来10分钟的资金流向，那种优势叫碾压。而量子计算也是同样，所谓的量子优势，就是量子计算第一次在某项任务上超越传统计算机的那一刻。但问题在于，要想让量子计算真正跑起来，得先解决一个致命问题：错误。传统的电脑就像老股民，哪怕手抖点错，我们也能够撤单止损。但是量子计算不同，它就像在毛弗洛德中交易，一个噪声，一个干扰，就能让整盘的计算归零。量子世界本来就混乱，每个比特都是处于既是0又是1的叠加态。但越多的比特就越容易被环境干扰。过去20年，科学家们都卡在这一步，比特越多，错误越多。算力虽然上来了，但是结果越来越不靠谱。直到谷歌 V6 芯片的出现。V6 不仅是一块量子芯片，更像是量子计算的纠错革命。它第一次让量子比特越多，错误越少，变成了现实。这是像你炒股的时候，原本账户越多越乱，越容易出错。现在有个系统能够自动识别、修正你的所有失误，甚至是越交易越精准。
这不是算法的优化，这是物理层面的奇迹。因为在量子世界里，错误不是传统的 bug， 而是自然规律。谷歌等于是在对抗自然，结果它赢了，他们的量子路线图也因此变得格外的踏实。所以量子计算的短板很清晰，就是它的不稳定性，但是解决方法同样很明确，那就是量子纠错。只要量子纠错这个方向不断的迭代发展，那么量子计算的商业化落地将会一步步的实现。那我们刚才说谷歌的量子计算图格外的脚踏实地，这是个怎么样的说法呢？我们接着来看，谷歌有一个自己的量子计算6大里程碑路线图。里程碑1超越经典已经在2019年实现，标志着量子计算从理论走向现实，成为第一个经典计算机无法模拟的系统，量子霸权时代正式开启。2030年推出的量子纠错原型以及24年的 V6 芯片，解决了量子计算中的最大痛点，越多比特误差越大的悖论。实现了第2个里程碑，现在正在向第3个里程碑构建长寿命逻辑比特迈进。所以你看，每一次量子的跨时代突破都少不到谷歌的身影。更有意思的是，23年的量子纠错就已经有了发展，直到24年有了实体芯片之后，才开发布会说我们的量子芯片有了技术性的突破，从而反映谷歌真的是在脚踏实地的去做自己的量子芯片，这张路线图就显得格外的标准。那对于我们这些投资的人来说，搞明白了量子计算是什么，以及现在的量子计算发展后，最关键的问题来了。除了谷歌之外，市场上这么多的量子计算概念的公司，我们到底该选哪几家才能避免踩坑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那个与量子计算正在就行纠缠的人黄仁勋了。其实英伟达在3月的量子日就已经帮我们筛掉了大部分的玩家。那一天，黄仁勋把整个量子圈的14家公司都请上了舞台，能被英伟达请去的，至少说明一点，他们的技术能够对接 AI 的算力生态。那一天的大会让市场见到了真正在做量子计算的公司，避免我们买入一些 PPT 的公司。但真正的第2轮筛选是10月来自白宫的风向。当美国政府点名加强量子国家安全投资时，剩下的14家中又被进一步筛选成了3家。这3家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IonQ、RGTI 以及 QBTS。那我们该如何看这3家公司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谷歌的量子路线图来当标尺。我们把谷歌的6大量子里程碑划分为了3步。第一步是验证纠错，也就是他们的 V6 芯片正在做的那件事，量子比特越多，错误反而越少。第2步就是量子实用化，让量子计算在真实的问题上比传统的计算机更加的有效率。第3步就是容错量子计算，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真正能够投入商用解决 AI、药物、能源等复杂问题的阶段。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这3步看看 IonQ、RGTI 以及 QBTS 分别走到了哪里。第一家 IonQ， 它走的是一个离子阱的路线，听着悬，其实意思就是控制少，但是精度高。每一个量子比特都像训练有素的交易员，执行力强，但是扩张慢。目前它已经从第1阶段稳稳地迈进了验证纠错到实用化的过渡期。路线图也非常的清晰，到2030年真正做出可以容错的逻辑量子比特。它是那种一步一个脚印的玩家，也是最符合谷歌那种脚踏实地路线图的公司。第2家就是 Reject 股票代码 RGTI， 它走的是超导量子的路线。简单来说，它比 IonQ 扩展的更快，但是容错率也更高。它有点像那种频繁交易靠速度吃饭的高频选手。Reject 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懂芯片设计。通过切贝雷的模块化，它可以像拼乐高一样快速扩展。最近也是拿下了不少政府和云计算的订单，正在往实用化的阶段去冲。只是超导的难题在于量多未必准，如果纠错不过关，再多的比特也白搭，这是它必须跨过去的坎。第3家 QBTS， 也就是 DV。它是这3家里最接近商业化的，不是因为算力最强，而是因为它能先赚钱。DV 擅长的是量子退火，听起来像是物理名词，但是更像是一个组合优化大师。它能够帮企业解决供应链、物流、金融组合的问题，能够直接的卖服务。只不过它走的路和谷歌不同，它现在更像是在量子实用化的中段，
还没有完全进入容错量子机的那条主线。换句话说，今天能挣钱，但是未来得转型。接下来，我们用最简单的4个字“多快好省”来看看这3家公司的技术发展现状，做个量化打分。先看多指的就是量子比特的数量，这是量子算力的底层兵力。IonQ 目前的量子比特可达35个，是中性原子路线中的领先者。RGTI 约在82个超导比特，但是有效纠错后只有10几个。QPTS 虽然它的比特数不多，但是它的混合计算架构能够让算力叠加传统的 GPU， 所以综合来看，这一项 IonQ 8分 ，RGTI 7分 ，QPTS 6分。第二项是快，这指的是运算速度和它的相干时间。超导方案它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它容易出错。离子顶路线速度慢，但是稳得多，所以 RGTI 8分 ，IonQ 7分 ，QPTS 6分。第三项是好，这里指的是纠错精度和可扩展性。谷歌的量子纠错突破直接把这个标准拉满，目前能够接近这个门槛的只有 IonQ 和 RGTI。IonQ 它在扩展性上表现最好，因为离子井不需要低温系统，所以这一项 IonQ 9分 ，RGTI 8分 ，QPTS 7分。最后一项就是省，这里指的是能耗与成本效率。量子芯片冷却成本巨大，而 IonQ 的离子井几乎是室温运行，再加上亚马逊和微软的算力订单支持，成本端的优势明显。这一项 IonQ 9分 ，QPTS 8分 ，RGTI 7分。汇总来看 ，IonQ 总分33分，路线稳，成本低，是中期的潜力丸。RGTI 总分30分，技术壁垒最高，适合长线压住。QPTS 总分27分，偏 A-E 混合算力的题材，属于一个概念的弹性股。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12月的潜在催化事件。谷歌或许会在12月更新它的量子路线图达到了哪一阶段，如果它公布1万逻辑比特的目标，将会直接刺激这个板块。第二个就是美国能源部 DOE 的计划在12月初发布的国家量子网络草案 ，RGTI 和 IonQ 都是一个潜在的合作方。第三个就是微软俄州的量子计算预计在12月底开放量子云 API 的商业接口，这对 IonQ 是一个实质性的利好。所以短线看催化，中线看路线。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最实际的财务报表出发，看看这3家公司到底是怎么赚钱的，为我们判断这3家公司谁会最先成为下一个100倍股提供依据。首先是 IonQ 这家曾经被称为量子界的英伟达的这家公司，又一次让人眼前一亮。虽然账面上还在亏钱，但是他的手里握着整个量子产业最充足的弹药。最新的财报显示 ，IonQ 的第2季度营收2070万美元，比市场预期整整高出15%。听上去不多，但是关键的在后面。公司刚刚完成了10亿美元股权融资，手里的现金储备一下子拉到了16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它能在未来几年毫无压力的烧钱造未来。那它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呢？ IonQ 的商业模式很简单，它不卖机器，它卖的是量子算力。企业想跑模型、想做设计，都通过 AWS、Azure、谷歌 Cloud 这些平台调用 IonQ 的量子计算机，算一次账付一次钱。另外一部分收入则来自各类的联合项目，比如说和阿斯利康、英伟达一起做药物开发加速，或者跟橡树岭实验室合作量子电网优化。这些项目看起来是像科研，但其实是在提前卡位未来的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 ，IonQ 现在在铺2条战略主线。第一条毫无疑问是量子计算，他们计划在2027年实现1万个物理量子比特，到2030年扩展到200万个。那时候，量子计算机就能处理真正的商业任务。第二条是量子网络，通过收购 LessYNQ 和 Capella， 他们把量子通信从实验室直接拉入了太空，目标是打造一个量子版的星链，让银行、军方、政府都用上无法破解的通信系统。最近，他们还宣布收购牛津离子公司，让离子井技术能够在芯片上集成。这一步解决的就是量子计算最大的瓶颈——可扩展性。这就像英伟达当年从 GPU 芯片走向 AI 加速的那一刻。当然，短期内 IonQ 还谈不上赚钱，因为整个行业都还处在实验室的阶段。但问题不是它赚不赚钱，而是它能不能撑到那个拐点。
以现在16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和全球顶级的合作伙伴阵容来看 ，IonQ 完全有能力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也许现在它还像2006年的英伟达，业绩不好看，但是方向对，现金够，故事大。如果它真能在2027年前实现容错级量子的计算，那它的估值体系就不只是重估，而是重启。其次就是 Reject 股票代码 RGTI， 这家公司和 IonQ 不一样。IonQ 走的是离子阱的路线，主打稳定，保真度高；而 Reject 则是超导量子比特路线，速度更快，扩展更容易。从这份财报可以看出，它现在还在砸钱的阶段。第二季度的营收只有180万美元，运营支出却高达2040万美元，净亏损更是达到了3970万美元。账面看起来惨烈，但是别忘了，他刚刚完成了3.5亿美元股权融资，手头的现金加投资总额超过了5.7亿美元。而最关键的是，他没有债务，这就意味着 RGTI 依然有足够的弹，可以持续几年去推进自己的技术路线，不怕被现金流拖垮。那它是怎么赚钱的呢？ Reject 目前主要靠2类收入来源，第一个就是量子云服务 QCS， 任何企业和科研机构想要在云端跑 Reject 的量子芯片，都要按计算量付费，就像用 AWS 的算力一样。目前它已经和微软的 Azure 合作，新系统的 Cepheus Y36Q 也会登入 Azure 的平台。换句话说，它卖的不是机器，而是云端算力。第二个就是政府和科研项目的收入。Reject 在美国国防、能源和国家实验体系中有不少的合作项目，包括 DARPA、NASA、DOE 等等。这些项目提供的经费相对稳定，也是一种战略性的输血。现在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最新发布的 Cepheus Y36Q 系统，也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这台机器是全球首个4芯片多模块的量子计算机。在性能上比它上一代的 NK3 的双量子比特门错误率降低了一半，保真度达到了 99.5%。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门槛，意味着它开始接近量子纠错的阈值，也就是容错的前奏。而 Reject 的技术路线也有一个隐藏优势，它的超导量子比特可以直接利用半导体制造的成熟工艺，这让它未来在扩展量子芯片数量时成本更可控，产能更容易复制。这也是它的 CEO 一直在强调芯片级架构的意义。从宏观角度 ，Reject 现在还未进入这个商业收割期，它正在做的是在为那一刻铺路。它已经验证了跨芯片的量子纠缠，这就意味着未来可以像拼乐高一样，把多个量子芯片拼成一台超级计算机。如果它年底真的能实现100量子比特的系统，再叠加微软 Azure 的生态支持， Reject 的商业模式就能正式从科研演示跨进可计费的商业服务。Reject 现在是亏损换未来的典型代表，靠政府订单和量子云租用维持收入，靠超导技术路线和多芯片的架构压住量子可扩展性，现金多无负债，技术进展快，是它的3大底牌。它现在不是在赚钱，而是在买时间，一旦突破容错门槛，利润模型才会真正成立。第三家，我们来说说 QBTS。DV Quantime 这家公司其实是量子计算领域的另类，因为它走的路线并不是主流的门模型的量子计算，而是量子退火。听起来有点冷门，但是实际上 DV 是全世界第一个真正卖出量子计算机的公司。他们的机器早在2011年就被洛克希德马丁和 NASA 买走，用于组合优化、物流调度这些非常具体的场景。简单来说 ，DV 的技术不是在追求量子霸权，而是在做能马上又能赚钱的量子计算。他们现在的 NVTG2 系统虽然精度和纠错还比不上 IonQ 和 Reject 那种通用型的路线，但是在优化类的问题上 ，DV 已经能给真实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举个例子，他们最近和日本的 NEC 还有加拿大的迪索合作，用量子退火去优化供应链，加速材料设计，这些都是量子计算最先能落地的场景。而且 QBTS 在商业化上已经跑在前面。他们通过云端 QoS 服务把量子算力租给企业，年营收的增速超过了30%，而且管理层明确表示，2026年要实现盈亏平衡。所以，如果说 IonQ 代表的是科研突破 ，Reject 代表的是技术追赶，那么 DV QBTS 代表的就是实用主义路线。他们可能不是第一个实现容错量子计算的公司，但很可能是第一个真正让量子计算赚钱的公司。
其实从谷歌的量子路线图，我们就能看到整个行业的方向已经非常清晰。从量子霸权到量子纠错，再到真正的容错计算，每跨过一个阶段，都是整个科技史的分水岭。而这3家公司 IonQ、Rosetta、Debye 正好代表了量子计算的3条不同的路径。IonQ 走的是纯正的门模型路。专注于物理层面的精度和稳定性，他们率先突破了99.9%的双门量子比特保真度，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踩在了容错量子计算的门槛上。Rosetta 选择的是超导量子路线，技术难度更高，但是它的可扩展性极强。随着新一代系统的推出，Rosetta 终于赶上了谷歌和 IBM 的实验精度。年底前预计还会有一次重要的量子纠错更新，而 Debye QPDS 则是这场竞赛中最务实的那一个。它不追求理想化的通用计算，而是用量子推我技术去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工业链优化、能源调度、材料设计。他们的机器已经在商业化落地，甚至计划在2026年实现盈亏平衡。所以，当我们今天谈论量子计算，其实是在看一场多路线并进的科技革命。谷歌在画蓝图，英伟达在搭生态，而这些初创公司正在把理论一步步的变为现实。那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量子计算太远、太虚、太不现实，可真相是未来可能比我们想的更快。黄仁勋3月份的时候还说，量子计算真正的商业价值可能要再等20-30年。可是短短7个月后，他亲自改口说，2030年100万级的量子比特将成为现实。这不是随口一说，因为英伟达已经在动手了。他们在构建 NVQ Link， 要让 GPU 和量子计算机直接对话 ，AI 算力和量子算力正在悄悄走向融合。而这背后有一个更深的信号，当连黄仁勋都不再等，市场也不会等。量子计算的节奏从来不是线性增长，而是突然爆发。今天还停滞不前，每天醒来就可能听到一个彻底改写格局的消息。所以量子计算不是慢，只是它的每一次突破都在跨越人类认知的边界。未来当某个清晨我们再次看到头条上写量子比特数量突破100万级，别惊讶，那或许正是黄仁勋在3年前就看到的那一幕。而对投资者来说，量子计算不是一场短跑，它更像一颗正在孕育的星星。也许今天你看不到光，但终有一天它会点亮整个算力的天空。投资量子计算需要的是极强的耐心，去等待那一天的开花结果。最后我想和大家说的是，量子计算是我个人近几年比较看重的一个项目。我认为它的发展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只要突破了量子纠算，那么它们的量子的这个叠加态会越来越扩展，可扩展性会越高，然后继续去实现自己100万级量子比特的目标，然后达成真正商业化的落地。所以说这个路径还是非常清晰的。所以之后我也会陆续出几期量子计算的视频，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视频中说的这些保真度啊，然后他们的技术这个成本，我们说他们的成本有区别，这个成本具体的区别是多少，然后我也会在下一期的视频继续去讲述。希望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因为我真的是想把我所知道的量子计算以及这个行业的发展现状去告诉大家，然后让大家少踩这么多的坑。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留言哦，你的认同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 Ruby 万字拆解，感谢你看到最后，咱们一期一会，下期再见。